看小满姐今天给大家露一手非遗绝活，开炉！我去，好疼！这给我干哪儿来了？我这是穿越成雍王朝太子妃了，然后昨天刚拜堂，今天就被流放了。都怪我这糊涂夫君，非要在皇帝寿宴上献上自己动手做的寿桃，结果硬生生硌掉了皇上2颗门牙，害我跟他连夜就被发配到了荒蛮之地。父皇好狠的心啊！本太子的玉枕都没带，这木头硌得本宫头好疼。大哥，你快闭嘴吧，流点口水，免得渴死在路上。我的老式爆米花锅居然跟着我一起穿过来了。苏氏，这黑漆漆的邪物是什么？抄家的禁军说他其貌不扬，而且奇重无比，硬是给嫌弃的扔上来了。他长得好黑啊！殿下慎言，此乃我苏家世代相传的镇国神器，名为吞金吐银聚宝炉。宝炉？可它怎么还有个摇把？高阶宝物岂是你这凡夫俗子能懂的？这摇把摇的可是天地灵运。那他平时靠什么滋养？本太子现在连一口水都喝不上，可喂不起他。他可不挑食，只要你肯干活就行。宝路大哥，以后你就是本太子的亲大哥，姑就是把手磨破，也天天给你摇把手。哭丧什么？一个被贬的太子，到了这儿还摆什么谱？等到了黑沙城，那里的首富钱老爷自会好好招待你们的，都给老子老实点。钱大万，黑沙城首富，很好，等着吧，你们的小吃街女皇来了。少看一点，走。吃吧，王桃赏你们的，吃完了明日好赶路。这哪是人吃的？洞宫里的旺财吃的都比这精细。想本太子也是满腹经纶，如今竟却落得要啃这等糙物。行了行了，别嚎了，满腹经纶顶什么用？能换肉包子吗？在这儿待着，看好咱的宝炉，我去给你弄点像样的吃食。苏氏，你莫非要去委身于人？不可啊！本太子宁可饿死，也断不会同意的。闭上你的嘴！本宫是凭本事吃饭的，收起你那龌龊的心思。唉，这世间的男子果然都是一般薄情，想那品如妹妹真是所托非人啊。这位娘子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什么品如妹妹？哎呀，姐姐没听说过京城最近最轰动的那桩奇案吗？那可是洪家大少爷和品如妹妹的闺蜜茉莉，两人背着品如。罢了罢了，姐姐在这大漠风沙中操持客栈已是辛苦，我又何必拿这些京城大户人家的阿萨事来污了姐姐的耳朵？好妹子，你快跟姐姐说说，那洪家大少爷和茉莉到底怎么了？那品如后来可是被休了。说来话长，只可惜我这赶了一天的路，嗓子冒烟，饿得头晕眼花，这脑子实在有些记不清细节了。顺子，捡2个最大的白面肉包子，再盛一碗热乎的羊肉汤端过来，快点！要说这茉莉啊，那可是个狠角色。她竟然穿着品如的衣裳，睡在洪家大少爷的榻上。正巧品如推门进来，那洪少爷不仅不愧疚，竟然还指着品如说：“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？无耻！这世间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徒！那品如呢？可是有想不开？怎么可能？品如妹妹后来被逼落水后大难不死，她点了一颗朱砂痣，改头换面，化身牛骨鹿高闪山，霸气回归。她不仅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，还要让那对男女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至于她是怎么行动的，姐姐，我那夫君还在柴房饿着肚子，我实在不忍心。顺子，再拿4个肉包子，切半斤熟牛肉，用油纸包好，给我这妹子带上。妹子，你接着说，那高珊珊最后怎么了？
这白面肉包是从何处得来的？你不会真的去？去你个头啊！这是本宫用京城大户人家的八卦换来的。啥？就凭几句市井流言，就能换来这等上好的精粮和肉食？本太子熟读诗书20载，也不曾听闻这种事。殿下，时代变了，在这荒蛮之地，你的书本连垫桌脚都嫌硌得慌。想活下去，就得懂人心，懂市场。快吃吧，吃饱了，明天要给本宫摇宝炉。原来画本子都是骗人的，八卦里才有肉包子。太子妃，这儿就是你们2位下半辈子的东宫了。苏氏，这地方连个落脚的平地都没有，那虫子长得比本宫的拇指还大，我们当真要在此处了此残生吗？慌什么？这叫百废待兴。这满大街的穷苦百姓，可都是咱们未来的潜在客户啊！都闪开！钱老爷巡街，闲杂人等滚一边去！哟，这就是从京城被贬来的太子和太子妃，看着也不过如此嘛，瘦得跟麻杆似的。这黑不溜秋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看着分量倒是不轻。来人啊，给他们5个铜板，把这破铁疙瘩给本老爷拖回去，容了，打几把农具。放肆！此乃吞金吐银聚宝炉，岂容你这等凡夫俗子亵渎？你们若敢碰他一下试试！刚才没仔细看，这废太子长得倒真是俊俏，这等姿色在咱们黑沙城可是稀罕物啊。小娘子，你们初来乍到，定是身无分文，这破茅草屋到了晚上能冻死人。不如这样，让你夫君去我的酒楼里当个小伙计，只要他把那些客人们哄高兴了，本老爷就大发慈悲，每天赏你们2个黑面馒头，如何？士可杀不可辱！本太子堂堂7尺男儿，岂能去酒楼卖唱求荣？你休想！敬酒不吃罚酒，在这黑沙城，我钱大万就是天。来人，把这俏郎君给我带回酒楼，连那破铁疙瘩也一并拖走。钱老爷是吧？我劝你最好弄清楚一件事，我苏香满的男人，只有我能使唤。你一个流放的罪人，也敢跟本老爷叫板？在这黑沙城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连1粒米都买不到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硬气到几时。那就不劳钱老爷费心了，不出3天，我会让你跪着求我把东西卖给你。现在带着你的人给我滚！好的很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拿什么在这活下去。咱们走着瞧。苏氏，你方才说我是你的男人，你竟为了本太子得罪了这地头蛇。姑今晚就算不睡觉，也要给你把屋子打扫干净。少废话，去外头街上把那些别人丢掉的干包谷粒给我捡回来，然后再去借个火炉子。捡那喂猪的干包谷做什么？当然是让你的宝炉大哥开工啊！今晚我要让这黑沙城下起黄金雨。苏氏，包谷捡回来了。那些路人看本太子的眼神，就像看个叫花子似的。想本太子以前也是日日锦衣玉食，哪里做过粗鄙的活计，如今却要去捡这等牲口吃的东西。生火，别废话，想吃饭就干活。现在握住那个摇把，顺着往外摇，速度一定要均匀，不能停，不然这锅就算废了。我们今晚就只能喝西北风。苏氏，本太子的手要断了，这宝路大哥到底何时才能显灵啊？快了，别停！看到那个红色的指针没？马上就要到红线了。停！起开！开锣！来人啊！快来人！是不是打仗了？快来人啊！
这破八股真变成了金豆子，宝卢大哥显灵了。阿爹，好脆好甜，比麦芽糖还好吃。各位乡亲，这是我苏家的独门绝技金玉满堂酥，今天开业大酬利，只要2个铜板1大碗，想要的找夫君付钱啊！大家排好队，不要挤。本太子读了10几年圣贤书，竟不如给娘子摇着一炷香的铁棍子赚得多。这软饭真香。今天给大家讲的是霸道王爷的在逃娇妻。话说这王爷的娇妻也是一个苦命人啊。孩子，累坏了吧？吃个馒头，大娘给你擦擦汗。多谢大娘，本太子卖力不卖笑的，请您自重。给我来一碗，你给我一份。好嘞，稍等哈。别急别急，都有份儿。都让开，都让开！哟，生意挺红火啊！不知道这黑沙城南街是谁的地盘吗？钱老爷发话了，有新来的不懂规矩，今天就先敬钱10两银子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竟敢明目张胆的强抢民财，本太子绝不允许你们动他一根头发。哪来的疯癫秀才？还真把自己当太子了，找打！慢着，子瑶，加压。各位，昨天那声惊雷都听见了吧？我这黑铁神炉不仅能吐金豆豆，它还能降妖除魔。这炉子里的3昧根火正憋着气呢，只要我这一脚踩下去，姑奶奶饶命！神仙饶命！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娘子好帅啊！一群废物！传我的话，全城上铺，谁敢将柴火和糖卖给那苏氏，就是跟我钱某人作对。娘子，我找了好多家，他们一听是我们都不卖，没有柴火和糖调味，神炉大哥就要断粮了。哼，跟我玩经济制裁，这钱胖子怕是不知道本宫当年可是夜市卷王。各位姐姐妹妹，钱大万断了咱们柴火，从现在起，谁去城外捡一筐干牛粪或骆驼衣，直接就可以换一碗爆米花。真的假的？那还说啥呢？快走快走，我也去。娘子，你在找什么？这荒郊野岭，除了沙子就是石头，哪来的糖啊？娘子，你受苦了，都怪姑无能，都让你沦落到啃树皮了。少给本宫哭哭啼啼的，你自己尝尝。好清甜啊！这是荒漠里特有的甘草根，甜度高，还能清热润喉。别愣着了，赶紧给本宫刨根。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喽！全新口味清凉版金玉满堂酥，败火润喉，专治大漠干燥。哎呦，嗓子眼凉兮兮的，比喝绿豆汤还舒坦。苏家娘子，我还要买2碗。你干牛粪生火，用野草代替糖。这苏小满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妖孽呀？什么黑沙城首富，在娘子面前连个屁都不算。娘子，照咱们这个赚法，不出3个月，就能在这黑沙城里买下最大的宅子了。到时候，本太子定要给你打一张铺满西域天鹅绒的大床。买宅子不急，咱们今天把钱大万气的吐了血。以他的脾气，明着弄不过咱们，但今晚肯定会来阴的。啊！娘子是说，他们要来偷神炉大哥？这铁疙瘩死沉，他们肯定搬不走。走，
咱俩把他挪到外头的木棚底下当诱饵，然后再给你的神炉大哥加点料。钱老爷交代了，搬不走就拿铁锤把这玩意儿砸烂，你在一旁把风，我去卸了他。奇了怪了，这炉子底下明明没生火，怎么还热得烫手？我早就让紫源把炉子加压烧到临界点了，此刻的他就是一炉子的黑灰制造机。做的再玄乎，也不过就是个铁疙瘩。看老子不把你的把手给卸了！何方妖孽，竟敢触碰老君的炼丹神炉！妈呀！老君显灵了，老君饶命啊！你说什么？那铁疙瘩自己会喷灰，还自称老君？钱老爷，那真的是神器啊！小的只是碰了一下他的尾巴，他就喷出一阵妖风，差点要了我的小命。这活儿我不干了，你那10两银子我退给你。管家，快去城隍庙请几尊菩萨回来，再烧3炷高香，去给那苏氏送5车上好的木柴过去，就说就是本老爷孝敬老君的。娘子，没有包谷，咱们的神炉大哥岂不是要歇业了？那本太子以后还怎么给你赚钱换大床？谁说非要用包谷？这黑沙城里最便宜、最没人要的粮食是什么？是陈年糙米，那玩意儿存了不知多少年，硬得跟沙子一样，吃进嘴里都治划了嗓子，就连城里的苦力也会嫌弃。没错，我今天就让全城见识一下什么叫化腐朽为神奇。娘子放心，本太子现在的力道绝对稳如泰山。娘子，到红线了，本太子请求开火。开炉。天哪，这真是那硌牙的糙米，竟有一股野甘草的清甜在舌尖炸开。娘子，你简直就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啊！这只是甜点，本宫今天还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。娘子，这红乎乎的又是什么宝贝？闻着好生霸道。快尝尝，这可是黑沙城第一款麻辣神仙丝。哇，辣，好辣！可是根本停不下来啊！吃啥吃？留着卖钱。去挂块牌子，今天咱们双品齐发。苏家娘子，再给来5根神仙丝，这玩意儿配着大饼吃，简直绝了！糖带回去给俺婆娘尝尝。可恶！这女人是属猫的吗？怎么都治不住她？传我命令，去盯着全城的米行，绝对不能让她轻易收走1粒陈米。老爷，来不及了。那苏氏今天下午已经把全城所有小客栈、小粮铺的陈米都用极低的价格包圆了。老爷，你没事吧？娘子，本太子觉得什么东宫、什么储君都没有留在黑沙城陪你做辣条有趣。以后本太子就是你麾下的第1摇把大将军。行了，第一大将军，快去把地扫了吧，明天咱们还要扩大生产呢。得嘞，娘子。娘子，出大事了！驻边大将军定心侯要亲自来黑沙城，给10万大军采购东西干粮，这可是座能让人瞬间暴富的金山啊！怪不得对面钱府这2天门庭若市，一车车的雪白面粉往里拎。可不是嘛，那钱胖子备了成山的精细酥饼，昨夜我还瞧见他的心腹偷偷往那军需官赵主事的后院里抬了3大箱沉甸甸的银子，他这是想暗箱操作，彻底断咱们的活路啊！
大将军统领10万大军，要的是能放、耐饿、关键时刻能保命的军粮。钱大万那些精细酥饼运到边关，不出3天就能冻得像石头，嚼都嚼不动，顶什么用？侯爷，钱老爷家的大米酥饼用料扎实，最适合将士们御寒了。大军在雪地行军过程中生火不易，这些酥饼极易受潮霉烂，冰冻之后更是硬如铁块，将士们根本无法快速补充体力啊。这是什么味道？侯爷，此乃我苏家独门研制的行军神器，最硬核的空击棒。放肆！哪里来的流放罪人，竟敢在大将军面前胡言乱语！来人，快把他轰走！慢着！赵主事这么急着赶人，莫不是昨夜在钱大万府上收了人家孝敬的银子，现在是心里有鬼，怕本太子断了你们的交易？你血口喷人，休得胡言！小娘子，这东西可有什么神异之处？侯爷，将士们在雪地行军最怕无法生火做饭，我这冲击棒是用陈年硬米经过黑铁神炉瞬间膨化，再加入大漠甘草汁和碎果仁，通过极限压力而成。第一，极轻极耐放，放上1年也不霉烂；第二，极其抗饿，吃下小半块就能顶1整天的急行军。至于这第3嘛，这简直就是能改写战争胜负的神物啊！好一个行军神器呀！入口即化，回甘无穷，吃下去腹中瞬间生暖。赵主事，你昨晚当真收了钱大万的黑心银子，想用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冻饼糊弄本将的10万将士？侯爷饶命啊！下官也是一时糊涂，给我拉下去，以军法处置，并抄没其所有家产。侯爷饶命啊！苏姑娘、楚公子，这10万大军的东歇军粮订单，本侯就全权交托给2位了。Yes， 定不负侯爷所托。娘子，你方才真是太威风了！本太子刚才那一招敲山震虎，配合的可还行？行，太行了。走，拿上银子，咱们把黑沙城所有的粮仓都买下来，准备大干一场。遵命，娘子。本太子这就去开炉。娘子，你这招趁火打劫，不对，是顺水推舟，用的真是出神入化。钱大万因行贿军需官，被定帝侯一起连坐查办了。你竟然能当机立断，用极低的价格从官府手里把这座酒楼和后面的大片空地全盘了下来。那是自然，定西侯的2万两定金不拿来钱生钱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对了，还有咱们厂房现在运转的如何了？那些流民已经全招进了工坊了，现在正没日没夜的赶制冲击棒和麻辣神仙丝。这就叫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等10万大军的后续尾款结清，本宫要把这整条南街都买下来，改成黑沙城步行街。娘子，你不仅给姑买了这么大的床，还弄了那个叫室内抽水马桶的神奇公桶，姑再也不用半夜挨冻去外面出宫了，这简直就是神仙过的生活啊！这黑沙城，本太子是打死也都不走了。行了，别撒娇了，赶紧起来干活。今天新招募的骆驼外卖队要试运行，你这首席大掌柜不得去训训话？兄弟们，你们现在不是普通的苦力，而是咱们大雍朝史无前例的第1支骆驼外卖军。娘子定下的规矩是，只要客人买满5两银子的货，咱们就免费包邮送到家。所以我们的口号是什么？风里雪里，小满必达。对，记住，不仅要快，还要服务周到。货送到客人手上时，必须露出8颗牙齿的微笑，大声说一句：“祝您吃得开心，劳烦下次再来。”谁要是敢在路上偷吃客人的神仙丝，或者态度恶劣者，本大掌柜立马扣他工钱。听明白了，大掌柜放心。上骆驼，结单，出发。朕的国库怎么又空了？定西侯10万大军的后续军需还没着落，再这么下去，朕这皇位还要不要做了？陛下息怒，实在是今年大雪，税收惨淡。不过，臣听闻边关传来急报，那流放至黑沙城的钱太子，似乎正在那苦寒之地
练了一支骆驼骑兵，之前就用桃子坑朕，现在竟还敢在那荒蛮之地练兵！来人，传讯密探飞鹰，让他即刻潜入黑沙城。若太子真有此心，绝不轻饶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这龙潭虎穴里究竟藏了多少兵马。说好的叛军大营呢？说好的磨刀霍霍呢？这锣鼓喧天的是在闹哪样啊？父老乡亲们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！今日骆驼外卖满10两减2两，还有新出锅的霸道王爷最爱之焦糖仙女豆，买2斤送半斤，数量有限，抢完即止。大家排好队，先付款后拿货，谁敢插队，本大掌柜就放骆驼咬他！俊俏大掌柜，给我来5两银子的，我要10两，快给我安排黄衣骆驼送货！大掌柜，大娘我给你带了自家下的土鸡蛋，你多给大娘抓一把辣条呗。都有，大家不要急，排好队哦。陛下呀，您多虑了。太子他那所谓的黄衣骑兵，根本就是送货跑腿的，而且看这架势，他比咱们大雍朝的户部尚书还能捞钱啊！陛下，好，飞鹰。可是查实了那逆子的罪证，他的手足呢？带回来了吗？陛下，太子殿下他没做对不起您的事儿，他是在卖这个。放肆！这红乎乎的是什么脏东西？那逆儿就是用这个招募人手的。回陛下，此物名为麻辣神仙丝，在黑沙城卖3文钱一根，供不应求。还有。殿下他不仅没组建队伍，反而成天在街上叫卖。据微臣暗中查访，那座叫小满商业中心的酒楼日进斗金，一天光是现银流水就不下3000两。什么？3000两？我大雍朝现在穷得叮当响，户部一整个月的税收加起来都不够这逆子10天的利润。好了，不过好过瘾啊！这逆子竟然在背着朕发大财！来人，备车！朕要微服私访黑沙城，朕要去打秋风，不对。这是要去视察民情。陛下圣明啊！现在国库空虚，太子殿下又富可敌国，理应为君分忧。臣愿随陛下一同前去。好，那你们俩就随朕一起前去。朕倒要看看这逆子耍的什么花样。这是奏折里那个寸草不生、鸟不拉屎的苦寒之地。这繁华程度都快赶上王城的朱雀大街了。老爷，老奴饿得头晕眼花了，要不咱们先买点吃的吧？吃串牛肉辣条。哎，干什么呢？皇字号高端定制零嘴，概不免费试吃，1两银子一份。放肆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这妇人竟敢问朕？问老夫要钱？呸！我管你什么土！在咱们黑沙城，除了苏大当家和楚大掌柜，谁来买东西都得掏钱，没钱就去城西的厂房搬砖去，少在这儿装大爷。大唐家到，大掌柜到。娘子，当心脚下路滑。这黑沙城的风雪大，若是冻坏了娘子，本掌柜可是要心疼死的。别贫嘴了，去看看那边的摊子怎么吵起来了，别扰了客人们的兴致。何人在此喧哗？不知道这里是小满商业中心的地盘吗？月儿，是朕，是我呀，为父来找你了。不好，这老抠门的肯定是国库没钱了，跑我这来打秋风了。不行，本掌柜辛辛苦苦跟着娘子摇把手赚的血汗钱，绝对不能让他给霍霍了。娘子，救命啊！哪里来的穷酸老骗子，竟敢当街乱盘亲戚，企图讹砸咱们的钱！安保，快放骆驼拦住他！你这混账逆子，你敢说你不认识老夫？你这个不孝子啊！
我去，这漏风的门牙，熟悉的轮廓，这不就是雍王朝的老皇帝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娘子，你可认识眼前这老乞丐？这穷乡僻壤的，怎么什么人都敢来乱攀亲戚？我瞅着他那缺2颗文牙的寒酸上样，活脱脱就是来碰瓷咱们的。好家伙，这韩仔现在学这么精了吗？这是怕他老子亮明身份后强行搬空他的小金库啊！不过嘛，这老头在本小姐眼里那就是最好的天使投资商。哎呀，夫君莫要生气，我看这位黄老爷虽然衣着是朴素了些，但气度不凡啊，说不定真是哪家的远房亲戚呢。这大冷天的，怎好让长辈在街上受冻？快，咱里边请。哼，算你这商妇还有几分眼力劲儿。走，我们进去。哇，这叫火锅的东西真是绝了，比家里那些清汤寡水强了何止100倍。然而，老夫也不跟你们绕弯子。听说你们在这黑沙城发了横财，如今家里正逢难处，你作为家中长子，理应拿出100万两白银替家里分忧。100万两，黄老爷，您就算是长辈，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去抢啊！这可是我和娘子起早贪黑摇爆米花摇出来的血汗钱，所以要钱没有，要命也不给。哼，你黄老爷，伸手要钱那是乞丐的作性。您这大老远来了，难道就不想把这门生意做大，让源源不断的银子自己流进你的口袋？你什么意思？黄老爷，请看，黑沙城再富，也只是一隅之地。大雍朝36州72府，若是每个州府都开一家小满百货呢？这就叫做全国连锁加盟模式。竟还有这般新奇的构思！黄老爷，我看您谈吐不凡，想必在朝中也认识些权贵。只要您出面帮我们拿下这大雍朝独家官方特许形成权，您不需要出1分本钱，只需提供各州府的通商免税路引，官方驿站的物流优先权，而我们苏家则负责出配方、出产品、出管理。咱们成立大雍皇家护国商贸总局，我算您皇家特许赚银股，每年全天下的净利润，苏家与黄老爷3/7分成。咱们不仅要赚大雍人的钱，将来还要把神仙丝和冲击棒卖到西域，卖到突厥，赚他们的金银牛羊。老爷，这是千秋万代的大业啊！这比收地租来钱快1万倍啊！老爷，钱咱们必须要钱。好，就依你之言，老夫今日就入这干股，3/7分账。娘子太威武了，连大雍朝最大的铁公鸡都能忽悠来当免费的长工。本太子这辈子说什么死也要死死抱住娘子的大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整整50万两啊！这还只是各州府的第1季度分红。那苏小满真乃神人也，朕这辈子都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。1年前，本皇子只用了一颗玄武石仿做的寿桃，就把楚子言踹去了黑沙城。如今国库空虚，只要今天再把这笔查抄商铺的巨钱献上去，那太子之位就是我的了。父皇，儿臣今日为国库立下大功一件。王都近来冒出来一个名为小满百货的商贾，竟然把持了王都的高端干粮和零嘴市场，实属违法。儿臣已令雍京府按律查办，定能为父皇解国库空虚之急。你说把谁的铺子给查了？小满百货呀！父皇放心，那些商贾不过是逐利之辈。儿臣不仅下令查办，还下令把他们运货的黄衣骆驼队挡在城外了。好你这个断朕财路的逆子！来人，给朕把他拖下去！父皇，儿臣做错什么了？父皇，父皇！哎呦喂，我的二殿下哎，您查封的那是贼窝吗？那是陛下占了70%干股的皇家直营店啊！您这是直接把陛下的钱袋给断了呀！娘子，我那个好弟弟楚子显终于按耐不住了。他不仅封了咱们在王都的铺子，还暗中谋划，准备给咱们扣上一个意图不轨的帽子啊！张嘴，看来他这是想把咱们彻底连根拔起。想断人财路是吧？
既然二皇子想玩，那本宫就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传令下去：第一，联合户部发布官方声明，二皇子查扣的货物因保管不失去皇家特供资格，并在京城立刻同步首发全新升级版神仙司。第二，让定兴侯如实上奏，二皇子为一己私利插封直营店，严重干扰了边防军需的正常调度。第三，公开二皇子名下商行长期拖欠货款、压榨匠人的黑账。咱们不搞垄断，只搞良币驱逐劣币。我要让他的产业彻底坍塌。娘子这一招精准打击，简直绝了！不出3天，老二就要破产，王都的权贵们也要闹翻天了。短短3天时间，王都商界迎来了一场大洗牌，权贵们疯狂追捧购买新版的升级版神仙丝，二皇子名下的丝绸庄和玉器行瞬间停摆，各大被欠了血汗钱的商贾纷纷到王都府衙门前击鼓鸣冤。定西侯的加急奏折也如雪片般飞入王都，怒斥其阻碍军需。怎么会这样？这逆子笨蛋，这次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苏小满在公函上说，因为黄老爷入股的直营铺子被老二全封了，导致账目冻结，现在新版神仙司赚的巨款1文钱也入不了国库，朕的分红全被他以弥补损失为由给卡住了。这苏小满是在明晃晃的敲打朕呐！陛下，苏大当家现在的态度很明确，若不赶紧严惩二殿下滥用职权，还苏大当家一个公道，咱们大雍朝刚鼓起来的钱袋子可就真要瘪了。查！给朕狠狠的查！拟旨：废太子楚子言蒙受其冤，忍辱负重，着即刻恢复太子之位。太子妃苏氏端庄淑瑞，造福大雍，实乃财神娘娘。命太子与太子妃即刻启程，风光回京。钦此！恭喜太子殿下、太子妃娘娘，沉冤得雪，苦尽甘来呀！陛下隆恩浩荡，还请殿下速速接旨，随老奴回宫继位吧。等会儿，你说父皇让我回京复位，那我问你，本大掌柜回了京，黑沙城这几万跟着我们吃饭的流民工人怎么办？建了一半的南北商道谁来管？殿下，这可是皇位啊，哪有千秋大业比得上的？皇位，本掌柜现在在黑沙城建厂房、修商道，亲眼看着流民吃饱穿暖，这叫脚踏实地干实事。回京当太子，每天被困在深宫高墙内，陷入繁文缛节和暗部劳刑之中，纸上谈兵，一点也不痛快。这空头太子不当，坚决不当！殿下慎言啊！这位公公，不是咱们不给黄老爷面子，只是咱们这小满商业帝国如今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关乎边关数10万军人生系。皇上若真有诚意，不如拿出些实际行动，把当年查抄东宫的资产作为边关基建扶持资金拨付给我们，支持黑沙城的发展。对，娘子说的对，兴办实业才最要紧。公公，你回去告诉父皇，本太子在黑沙城扎根了，生是小满商贸的人，死是小满商贸的魂，别耽误我和娘子搞建设，造福百姓。逆子！堂堂储君，竟然为了搞什么边关实业，连太子都不当了，他眼里还有没有这大雍的江山？陛下，太子殿下如今在边关搞实业，不仅养活了流民，还成了大雍朝最大的税收支柱。苏大当家还放了话，若朝廷不能提供更稳定的营商环境和政策扶持，他就要把产业重心转移到西域去了。罢了罢了，山不救我，我来救山。这逆子不肯放下边关百姓，朕亲自去请。传朕旨意，让内阁6部文武百官全给朕收拾行李，明日一早随朕摆驾黑沙城，朕要去视察大雍朝的第1经济特区。这一路可把朕的腰颠散架了。哎呦喂，这是什么神仙法术铺的路？陛下，这路面无砖无石，却坚若磐石，马蹄踏上去竟不打滑。若是能用此物修筑边关城墙，北蛮人的铁骑就是撞碎了脑袋也攻不进来呀！我的老天爷，这真的是那个鸟不拉屎的流放之地？这繁荣程度，咱们王城的大街连给这提鞋都不配啊！这得是收多少商税啊！逆子，这逆子竟然真的在这儿建起了一个商业帝国！快
摆架小满商业中心，朕要立马见到他们。元儿、苏氏，朕来看你们了。你们气也出了，冤屈也洗清了，是不是该随朕回宫，重振大雍朝纲了？皇老爷，哦不，父皇您言重了，您先坐。儿臣与殿下在这黑沙城扎根，也是为了大雍的江山社稷，为大雍的百姓谋一条生路。只是想要把黑沙城的实业模式推广到全国，单靠我们一家之力，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太子妃娘娘说的是，所以朝廷这次来就是想问问，能不能再给国库拨点款？京城的几个工程都等米下锅呢。等的就是这句话。诸位大人，想要银子没问题，咱们小满商业帝国最不缺的就是现银。但商道有商道的规矩，咱们不搞施舍，只搞双赢的商业合作。这是我家娘子连夜拟定的大雍朝基础建设全方位投资对赌协议，请父皇与诸位大人过目。不可！皇家矿山乃国之重器，怎可交给商贾开采？李尚书，您那72座矿山现在开采效率低下，无异于守着金山要饭吃。实业集团的接手后，第一优先以成本价直供兵部，用我们新研发的冶炼技术打出来的刀剑，能劈断突厥人的龙牙棒。诸位，这不仅是生财之道，更是强军之策。苏小满，这商业大权若是全盘交由你们，大雍朝的规矩岂不是都要变了？父皇，江山自然是姓楚的，但这天下的实业和百姓的饭碗，现在需要朝廷与苏家共同守护。赋税虽有优待，但我小满实业所到之处，能创造10万100万个做工的岗位，能让沿途州府的百姓都有钱赚。百姓富裕了，国库自然充裕，这叫藏富于民。您今日盖下这玉玺，换来的是大雍朝真正的万世太平与盛世繁华。父皇，娘子这是在用全新的商道带咱们大雍朝起飞呢。朝廷无需承担亏损风险，只需政策扶持，5000万两现银立马入库用于基建。百姓有活干，边关有粮草，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局面啊！陛下，太子妃娘娘高瞻远瞩，有了这笔巨款和太子妃的实业大计，大雍朝必定海晏群卿，万邦来朝啊！陛下，陛下定盟约吧。契约已成，夫君收拾行囊，传令3军与小满物流大队准备奉驾回銮。得令，娘子威武！太子殿下千岁，太子妃娘娘千岁，千岁！娘娘保佑我们发大财啊！谢谢娘娘给咱们老百姓饭碗。真正的盛世繁华，不再是建立在皇家剥削之上，而是实打实的落在了每一个百姓的笑脸上。娘子，你看这万家的灯火皆因你而璀璨，得妻如此，是我3生有幸。未来的漫漫余生，无论山海除伏还是朝堂风雨，我都会坚定不移地守在你身旁，做你最坚实的后盾。那是自然。这大雍朝的万里江山，还有未来更广阔的商业版图，本宫也带您一起做。